不是你所知道的 G310GS， 而是把 Triple 450MT 的下盘一种移植，魔改成 BMW 最强的花牌 G310MT。哇！1、2、BMW 全新发表的黄牌 ADV F450GS， 似乎已经摆脱了 G3GS 曾经在绝佳中尴尬的定位，在本质上也跟它趋向我所期待的冒险车，再加上品牌信仰光环加持，实在是香气四溢。至于后面这一台，可是全球首例 G30GS 一种一致的春风450MT， 几乎整个底盘战力直逼 BMW 上古神兽 The One and Only 的 HP2 Enduro。现在就来看看这 BMW 有史以来最强的入门 ADV F450GS 的重点介绍，稍后再补充 G30MT 魔改的心路历程。大家好，我是克里斯，今天又来纸上谈车啦，哇，非常的兴奋啊！重点再要来聊聊这次全新的 BMW F450GS， 哇，可以说是涅槃重生，万象更新啊！终于将入门 ADV 灌入我正统 GS 血统。手皮配色有黑色、红色，还有手皮蓝白配色，在部分国家还有提供就是比较简配的黑色版本。再加上这次450车系的配备科技树选配的部分复杂了不少，所以真的很期待未来的台湾能看到哪些配备或者说是版本。总之呢，我就想用最顶最上的视角，用最符合我对冒险车定义的配备组合来聊这一台 F450GS， 哇，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兴奋。首先，450搭载了全新开发的并列双缸420cc 引擎，130度曲轴，声浪终于可以有点销魂的感觉。然后最大马力48匹，最大扭力43牛顿米。数据油耗的部分，号称每百公里消耗3.8公升，搭配14公升的油箱哦，理论续航超过350公里，可圈可点。但是我觉得事实上有出乎我预料的，就这次450随之而来颇具话题性的 Easy Ride Clutch， 听起来很酷，但其实就是离心式离合，就是不用再控制拉放离合器拉杆就能直接起步。静止状态下挂着一档，放掉离合器拉杆也不会熄火。虽然听起来不是什么全新的黑科技，但450号称这次搭载的是一组进化新的离心式离合系统，而且这次450搭配了快排系统，这样跟离心式离合组合起来哦，相信在 Off-road 真的会有非常棒的骑乘体验。可是我还是有点好奇啦，因为它的挡煞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因为我有骑过有离心式离合的 KTM 390 ADV 去越野，然后要下坡时候哦，就需要维持点转速才有办法feel 到那个挡煞，所以在车祸上反而有点反直觉，所以我真的非常好奇这台450在这个部分的表现，因为450也搭载了 MSR 引擎刹车系统，不晓得对于弥补离心式离合在土路下坡的缺点，这个改善程度能有多少？F450GS 车架采用了全新的钢管格状组架构，引擎作为受力结构的一部分。然后前悬吊跟310一样是 KYB 倒叉，但比起310的内型哦，450加速到了43mm， 前叉可调整回弹阻尼，还有压缩阻尼。然后是后悬吊 KYB 的中置避震，搭载了轻量化的铝合金中空铸造双摇臂。重点是它这次后悬吊，官方特别强调具有progressive damping 这个特点，就是所谓的渐进式阻尼。后悬吊会随着做动的速度或压缩的形成去增加提升那个阻尼感，让你可以在疯狂颠簸的土路或是公路稳定的施压都能有非常合适的牺牲表现。450前后悬吊行程跟310一样，前后都是180mm， 但在我以上提到的细节优化之后，相信多少都能改善G310G 悬吊太软的缺点。但真的要实际体验过才知道差异。F450G 的悬吊理论上想象起来应该会很好玩。G30GS 的电控部分哦，非常阳春，基本上就只有 ABS。但这次 F450GS ，Oh my goodness，Oh my damn，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它都有。然后比较高阶版本还有 Enduro Pro 的模式。
基本上就是它就直接默认就是关闭后轮 ABS。有时候需要频繁开关电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懂的都懂。我觉得重点还是它的那个电控下的动力调配 Enduro Pro 更加适合巧克力胎的抓地节奏，有体验过的真的会 feel 到它的美妙之处。这个真的很毒，也真的很厉害。You see that？总结层次 F40 GS 设计语言全面对齐 GS 家族，尤其是 R1300 GS。我觉得 F40 GS 不是 G30 GS 的加大，也不是 F900 GS 的缩小。单论家族外形设计语言来看的话，它反而像是 R1300 GS 精致化的产物。但 F40 GS 很多细节设计综合来看，它还是定位在偏向公路旅行的部分。然后我觉得 F40 GS 的其他亮点我觉得还有跟类似 R1300 GS 一样，就是腰型叉型灯。然后还有 TFT 6.5寸，然后加热手把等等。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 F40 车重几乎跟 G30 GS 一样，整备重量适重148公斤，这点我是晕爆。因为我觉得在0到车重200公斤算是一个蛮残酷的一个结界。低于200公斤的车重在0到的实战真的是比较好玩，比较没什么压力。像是极具接近的春风40 MT它的整备重量都快200公斤了嘞，所以 F40 GS 的车重能压到180公斤以下，我是觉得算是个蛮大的亮点。而且 F40 GS 的一般标准坐高是845 mm， 算是 Rally 坐垫的话也是865 mm， 算是刚刚好啦。顺带一提 ，G30 GS 的坐高是835 mm， 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压力，所以就算是 Rally 坐高的865 mm， 我觉得我应该还 handle 得了。总之呢，那接下来就且看台湾的最终售价，期待。OK， 那现在就来看看另一个 BMW 最强黄牌 ADV G310 MT 的魔改心路历程。最后再跟大家补充其他心得 ，Go！ 当初应该是 Q 它首先它是带着参加香肠杯第14届的香肠杯，带着摇标卡尺来量深红的那一台450 MT。那量完之后发现到它的三角台是共用的共用的。都三角台的各种尺寸，对，前叉以及它的间距都是一致，所以代表你在改这台车的时候，你不用动到三角台，因为我们在异动改装的时候，其实很会让人头痛的就是三角台，它的位置啊、锁头啦，对，那些都很困扰。刚好是直上这样子，所以 Q 就打算买来拼拼看前叉。前轮总成，因为你只要有了前叉之后，你基本上你会跟着一起改前轮总成啊。对，因为这部分是最好处理的，因为你只要前叉能搞定的话，基本上下面都好处理，因为都直上。所以那个碟盘也是450 MT 的，全部都是，除了卡钳以外，整组都是450。卡钳是 Anchor 的，对，会选择 Anchor 是因为它的活塞直径对应的面积跟原厂。就310原厂的卡钳比较接近，就是原厂的嘛，前19后17，这改过之后前21后18，整个离地高跟那个你停车的侧倾的那个角度都差很多。对，没错，而且坐高也变高了，坐高。因为310原本我最嫌弃的就是它那组前叉，原厂前叉的那个伸长触底的那个感觉，就是你一整路如果原厂前叉在碎石路面的时候，它身侧会不断触底。再问克里斯，因为那不断有敲击声，你一整路骑起来会很脏。对，真有差。我也是有骑过你原本的，确实软绵绵的，软到不行。它伸长的时候一直空。其实那应该是说，它原本 BMW 对这台车的设定就是采取比较是公路一点的设定，因为它毕竟不是要用来做一个就是一个什么跨州的壮游，而是要让使用者能够初步的体验 BMW 的精髓，所以才配备就是前19后17的设定。请问安装上有什么问题吗？安装上前叉来讲，几乎都是直上，都直上。对，你只要会把前叉从三角台上面拆下来，那你基本上前面就会改。哦，完全是直上，除了油管的走线，还有可能 ABS 的插头之类的这个部分要有一些细节要修改以外，但是大部分都是直上，大部分都直上。对，嚯，但我们直上就差很多了。对，没错。你左卡变右卡。对啊。对，我左卡变右卡。油管要在。油管就是走管会变得比较不一样，尴尬一点，就是它上面这个角度会凹的比较死一点。好，对，但整体上不是什么大问题。重点是花多少钱？
应该说，我觉得讲不含轮胎的会比较实际，因为不含轮胎的价差实在是太大。如果以不含轮胎来讲的话，差不多4万以内就可以4万搞定。前叉，然后三角台没有，三角台是用原厂，就是前叉，然后前土图，然后前轮的轴心，反正就前面所有的部分，碟盘、ABS， 对，那后面是比较需要动脑筋的部分。对，后面才是最，真的很这是魔改的最大的问题，因为它450MT它的轴心是17 mm， 但是310GS它用的却是比较粗的20 mm， 对不对？所以它导致说它是整个布局上面就会差异非常大。那时候 Q 跑来找我，就是因为它需要有这方面的加工技术，要沿用它原本的轴心，因为它的摇臂是20芯，是它的轮圈的那个表面骨都是17，所以我们全部轴承啊、油封啊，还有那个不许统一全部都改成20芯。这个是很大改，这个改法算是处理掉对310最诟病的那一组前叉，而且不只是解决那个诟病而已，我觉得是完全升级呢。后轮18真的差很多，真的差很多，整个像换一台车一样。没错，8寸的轮胎基本上它是比较越野一点的，它比较少会出公路胎。那17寸的话，它基本上都是 ADV 跟公路胎居多，所以要选择像那个登陆普的那个 D606那样的1:9的比例的球胎，基本上很难买，而且也没有要出，因为市场的需求17寸就是公路，跟轻度的越野，不像后18都是 KTM 竞技车在使用，所以想不要买就比较麻烦。接下来就看450GS 怎么样了。没错，450GS 它好像官方目前流出来的是前19后17哦，所以可能也不太能够期待了。对，因为毕竟跟那个当初这样改完比较接近我内心对450的期待。没错。可动力还是足够吗？你觉得动力？动力我觉得非常足够。Enduro 足够。对，尤其它的动力就是低扭的输出特性会让我觉得它容错率因为你有改齿盘，有改齿盘。310有一点就是我最喜欢它的一点是它的反自式引擎，反自式引擎让排气管不用从引擎下方。对，那创造它傲人的离地高。没错，前面超干净的。对，是改完之后30公分吗？改完之后就有30。而且要强调一下Q 改完的310GS 的离地高，跟 HP2 已经很接近。超高这里。快到底了。更新这次魔改完之后，真的是310就整个是大提升。它的弱点全部都被改善。对。而且据说现在这个年份的310大约6万以内可以入手了。前阵才看到3万块的3万块，那也是报废车了吧？买一个2手的310，再魔改一下，10万以内解决，变一个很棒的黄牌车。然后就可以用来增加成长倍。对，没错，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玩 Enduro 黄牌车还是很多优势啦，没什么压力，车轻车轻差很多了，然后税金又轻，而且改这种轮组，它甚至比原厂轮组还要轻。当初在改在手提的时候就有感受，是有感的，是原厂的 MT 的轮毂比较轻，原厂的钢丝，对，钢丝，它比310原厂桶还要再轻一些，是手提起来是有感的。在那个避震器以下的改装就是1比10，对，他说你前面轻1公斤的，你的簧下重量少1公斤的话，你得车上是少10公斤。比赛看 Q 能不能掌握好成绩。全出人希望了，唯一的希望。期待那天的好成绩。想要买一台310，然后来爆改吗？来魔改吗？我是说，我刚骑过，真的是划算，10万块有这么好玩的车，就是 ADV 又有路权，10万块可以解决10万块。感谢G30 MT 车主 Q 以及魔改顾问阿志的诚心分享。首先呢，前情提要一下，如果以我一位业余冒险玩家立场来看，大型 ADV 车款在台湾汽车环境我会觉得多少是有点尴尬的存在。对于一台志在天下、拥有跨州远征续航、征服多地形冒险能力、挑战12远方的车款，可是被投放在台湾的话，综合道路特性以及相关法规的因素，确实有点太憋屈了。当然，如果我有闲钱，我也恨不得拥有一台大鸟来爽歪歪。水平对我的 GS 对我来说真的是最接近完美的冒险车种，但是这就得回到想要和需要的课题了。毕竟我口袋深度有限，钱必须花在刀口上。
我需要的是一台能为所欲为、尽可能压榨性能的车，而不想要一台台湾籍的绑手绑脚、无法全方位挥洒热血的车。所以我个人一直认为，黄牌入门级距的 ADV 车款反而是最适合台湾玩乐级的冒险车种。舒适的骑姿能上山下海、跑跑林道，更能重负载、远征等等多功能特性，让骑士能真正体会到那种无限接近、随心所欲的自由感。再加上考量到路权的关系，台湾市场接下来能让车友们入手的全新入门 ADV， 重新洗牌后选择不外乎就是 BMW F40 GS， 还有来吐露更大激进的 KTM 390 ADV 啊，这两台2选1的吧。至于目前在台湾理论上暂时绝版的 CFMoto 450 MT， 就给予深深的祝福。言归正传，由于我的G3 GS 也陪我满5年了，里程也来到2万多公里，最近也开始在思考是不是该换台新车。老实说 ，F40 GS 在第一时间确实是我首选，不管是外形、品牌光环，还是那一份 GS 血统的延续感，都让我心痒痒。而且正式发表量产车跟当初的概念车，居然还算是有还原到当初的那一个感动。当然还是得靠金钱的力量去选配堆叠。但冷静下来，回头看看我这几年在台湾的实际骑乘取向，我发现KTM 390 ADV-R 似乎反而更贴近我的玩乐刚需。毕竟前21后18的轮胎配置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又是单缸，理论上也比较好照顾。而且在比较两台官方规格数据之后，我得说390 ADV-R 单凭数字来看，性能确实更接近我的期待。我是说以规格数据来看呢，毕竟真的还是得实际骑过才办法确认你车子的契合程度。然后两者台湾最终售价，我相信也是消费者最在乎的关键。可是目前也只能说期待。但 F40 GS 的部分，参考欧洲建议售价的话，看起来台湾应该很难压在40万以下，而且还有那么多选配，哇，这就得看看台湾总代理的大智慧了。是说应该不会在搞之前 H900 GS 那套定价策略了吧？总之呢，本来只是左右为难，但如今却突然冒出 G310 MT 的魔改选项，演变成了选择困难。毕竟只需要台币4万，就能让 G310 GS 的吐露操控性彻底脱胎换骨，实在是非常诱人，值得再好好思考。另外，数据规格跟实际体验有时候真是两回事。买这种休闲用车，我觉得自己喜欢还是最重要的。如果还能满足你的实际玩乐需求，那真是太完美了。对我来说，试错成本太高了，所以我才会那么特别谨慎去挑选我下一步在台湾的冒险战车。OK， 回到 G310 MT， 我觉得它的调性蛮微妙的，动力性能虽然比450、390逊色，但想一想，从无到有只要花10万出头，二手 G310 GS 加上450 MT 的下盘部件，就能轻松拥有一台战力不俗的黄牌 ADV， 这点也是极具吸引力的。我也真心认为非常适合在观望考虑又想把预算拉到最低的车友，真的可以试试这么玩。为何我还是推荐要黄牌？因为有时候我自己所在的县市玩腻了，有路权跟稍大的排气量的车，进行跨县市移动还是比较方便。最后，至于我目前的选择，老实说，我现在内心深处还是偏向 F40 GS。图领到战力理论上比390 ADV-R 差了好像蛮多的，因为 S50 GS 的轮框配置还是一般的前19后17，延续了跟 GS 本质一样就是公路跟土路之间做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土路公路之间还是稍微偏袒了公路一些。我想这也是算是 GS 车系的一贯的传统吧，维持在均衡，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一个冒险车特性。虽然我在台湾 ADV 玩乐需求大概是80%土路，20%公路，但我内心还是会偏向公路的 F40 GS 我想真的是12000的非理性信仰作祟，这该死的德意志浪漫。需求告诉我390 ADV-R 似乎比较适合我，但需求和想要综合下F40 GS 还是比较像那么一些，但我还是观望一下。正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真逼不得已再含泪分期。主要其实还是得考量售价还有妥善率的部分，毕竟我买车的习惯就是买了基本上就没有卖掉的打算，所以就尽可能压抑我内心那不安分的非理性冲动，三思再三思。OK， 就这样。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如何做选择？
花更多的钱选择 BMW 全新世代入门 ADV S50 GS， 而是花小小的钱选择由全球停产的 G30 GS 魔改而来的 G30 MT， 欢迎多多指教。OK， 今天影片就这样子啦，我是克里斯，拜拜。哇。